你小时候有听过长辈们年轻时发生的奇闻异事吗？如果没听过，那不要紧，因为那可能是他们所经历过的灵异事件。今天分享一个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恐怖故事，请做好准备。事情发生在2017年陕西省西安市泾阳县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。马上要过春节了，按照习俗，我从市里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来到这里看望舅舅。舅舅以前是车队的队长，专门跑青藏线，经历了许多恐怖离奇的事情。但以前我年纪小，他从不告诉我，都是从父母长辈那里听了些只言片语。可越是这样，越让我好奇。现在我毕业参加了工作，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让他讲给我听。放下东西寒暄了几句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让舅舅给我讲讲那些年他经历的恐怖事情。舅舅听我问起这个，脸色顿时严肃起来，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叹了口气，开始给我讲了一个最终让他离开车队的事件。舅舅以前是汽车兵，退伍以后便被分配到了这个运输队，专门往来于西藏和陕西运输各类物资。说实话，在那个时候，这可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好职业，多少的姑娘都以嫁给一个司机为荣。但当时的青藏线条件十分恶劣，其中的凶险和艰苦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。舅舅再一次出任务时，被安排在了车队的最后一排，因为比较容易掉队，所以是最危险的位置。舅舅本来以为自己经验丰富，也没太在意。可那天车队驶进无人区后，突然遭遇了大风沙。舅舅凭着经验，缓慢地开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还是与前面的车队拉开了距离。那时的通讯条件很差，遮天蔽日的风沙很快让舅舅与其他人失去了联系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舅舅说，那样的情况非常的危险，因为没有替班司机和补给，如果一旦迷失在无人区里，可能就会被困死。而正在舅舅着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前面的路上走来一个人影。舅舅当时高兴坏了，他认为那肯定是前面的队友见他掉队了，回来找他的。当时除了高兴，心里也很感动，毕竟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风沙里，能走过来找他，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。也正因为这种感动，舅舅决定冒着风沙下了车，想去接应一下那个队友。那天的风沙实在是太大了，刚走了几步，舅舅就感觉几乎会被吹到天上去，而且强风带起的沙石打在脸上，像刀子割的一样。这样的极端天气下，人根本睁不开眼睛。舅舅为了不与那人错过，拼命用双臂护住了脸，勉强向前面看去。可就在舅舅已经很接近那个人时，却被眼前的景象一惊，停下了脚步。眼前的这个人在风沙中还是看不清具体面貌，但是那将近3米的巨大影子让舅舅明白，眼前来的绝对不会是队友，甚至绝对不会是个人类。舅舅虽然停了下来，但那个黑影却越来越近，慢慢的越来越清晰。虽然是个人形，但那高大壮硕的样子却让人不寒而栗。就在舅舅被吓得浑身发软的时候，那黑影几乎走到了他的身前。虽然巨大的风沙还是让人看不清楚，但舅舅几乎可以听到那黑影呼呼的喘息声。舅舅说，他当时的恐惧已经到达了极点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掉过头就向自己车的方向逃了过去。那东西似乎也感觉到了舅舅要逃跑，在后面加快了脚步。沉重的脚步让整个路面都在颤抖。好在舅舅当了很多年兵，反应速度和心理素质都还不错，终于跑回了车里，牢牢地关上了车门。舅舅关注了所有能锁死的门窗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想在巨大的风沙呼啸下辨别那东西的动向。但是外面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，他只能隐约地感觉到那东西似乎一直在围着车打转。突然，驾驶室左侧玻璃上传来一声巨响，一只巨大的黑手一下子砸在了玻璃上，紧接着似乎有一张白乎乎的人脸慢慢地向玻璃上贴了过来。但当那张人脸完全贴了上来时，舅舅才看清楚，那真的是人脸，不，应该说只是一张人的脸皮。那是一整张从人脸上撕下来的脸皮，被紧紧地贴在一个黑乎乎的巨大怪物脸上。虽然这张脸皮的眼睛部位只是2个黑洞，
但舅舅却能明显的感觉到，那人皮面具底下的东西在死死的盯着自己。舅舅被眼前的恐怖画面吓得彻底疯了。但人们都说，当恐惧到了极点，人就会反抗，舅舅也不例外。当时他的脑子一下子清醒过来，他知道他唯一的活路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哪怕迷失在无人区，也不要在这里被这怪物弄死。舅舅止住了颤抖的手，任凭那个怪物在外面拼命地冲撞和摇晃着车体，他还是发动着了卡车，油门被舅舅踩到了底，卡车在巨大的火沙里飞驰了起来。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东西。当离开了那个地带，舅舅才发现自己浑身的肌肉一直在不由自主颤抖，冷汗已经把全身都湿透了。舅舅当时的运气还不错，在风沙里开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赶上了停在路边躲避风沙的车队。可当天掉队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排在倒数第2的那个队友。当风沙稍微小了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在离着主路大概2公里远的一个土丘后面找到了他。可当人们看到司机的时候，都吓得傻在了当场。他已经死了，看起来是被什么动物咬死的。最恐怖的是，他的整张脸皮都被撕了下来，不知去向了。从那次事件以后，舅舅回来就辞了职，在西安城里打零工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。这曾让很多人都不理解。我知道这件事一定是真的。舅舅不是那种爱吹牛的人，他平时少言寡语，这些甚至都不愿提起。当然，我可以理解，如果是我有了这样恐怖的经历，也宁可忘记。